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韭菜不香。爱马仕最近遇到了一个很少见的情况，2026年第一季度，公司固定汇率收入只增长 5.6%， 低于市场预期，股价一度明显下跌。与此同时，卡地亚母公司利丰集团的珠宝业务却增长 24%，Love 系列手镯重新成为奢侈品市场最热门的产品之一。但在二手市场上，爱马仕铂金包的溢价仍然坚挺。华尔街近期报道认为，卡地亚拥有更强的短期增长势头，爱马仕却仍然握着奢侈品行业的上风。原因不只是铂金包更贵，而是爱马仕围绕这只包建立了一套极难复制的生产、销售和客户关系体系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做这类深度视频不易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爱马仕的故事开始于1837年的巴黎，创始人蒂埃里·爱马仕最早不是为富豪设计手袋，而是制作马具和缰绳。当时的马车相当于今天的豪华汽车，马具既要承受长期使用，也要体现主人的身份。一个接缝是否牢固，皮革能否经受雨水和摩擦，金属零件是否精确，都会直接影响品牌声誉。这段历史塑造了爱马仕后来最重要的文化。公司不是先设计一个醒目的标志，再寻找可以大规模生产的商品，而是从材料、工艺和耐用性出发，让产品本身成为品牌。即使马车逐渐退出日常交通，爱马仕仍然保留了马术基因。今天的品牌标志、丝巾图案、皮具细节和店铺陈列，仍然可以看到马和旅行的影子。进入20世纪以后，汽车和现代旅行兴起，爱马仕开始制作皮箱、手袋、丝巾、服装和其他生活用品。公司没有放弃马具工坊的技术，而是把处理皮革和金属配件的能力转移到新的产品上。后来被称为凯利包的手袋，最早来自上世纪30年代的一款设计。摩纳哥王妃格蕾丝·凯利在照片中用它遮挡孕肚以后，这只包成为全球知名的身份象征。铂金包则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，英国演员和歌手简·伯金在一次航班上偶遇爱马仕管理者，让他看到自己随身包里的物品掉了出来。两个人讨论了一只更适合日常使用、容量更大的手袋。爱马仕随后推出以他名字命名的 Birkin， 中文市场通常称为铂金包。它最初并不是为了收藏，也不是为了放在保险柜里，它的设计强调容量、结构和耐用性。可是随着名人使用、产量受控和等待时间增加，铂金包逐渐从实用品变成了世界上最有辨识度的财富符号之一。很多奢侈品牌都能推出一款热门手袋，真正困难的是让一款产品在40年后仍然供不应求。时尚行业通常依靠快速变化，一个款式走红以后，品牌增加产量、扩大广告，推出更多颜色和尺寸，在热度消失之前尽量多卖。爱马仕采用了相反的方法，公司扩充皮具产能的速度很慢，它需要建设工坊，也需要长期培训工匠。机器可以提高切割和准备工作的效率，但产品仍然依赖大量手工环节。工匠数量不可能在一个季度内突然翻倍，熟练程度也不能通过外包迅速复制。产量增长因此受到真实的技术和人才限制。这种限制对普通消费品公司是缺点，对爱马仕却变成了优势。市场需求长期高于供给，消费者即使愿意支付零售价，也不一定能够在走进店铺后直接买到最受欢迎的铂金包和凯利包。店内会根据库存、颜色、尺寸和客户关系进行选择性分配。爱马仕并不公开承诺一套简单的等待名单，获得手袋的过程也因此带有不确定性。这种不确定性改变了消费者行为。很多客户在等待核心手袋期间，会购买丝巾、鞋、首饰、成衣、家居用品或其他皮具。公司没有公开表示购买其他商品一定可以换来铂金包，但长期的客户关系、店铺互动和消费记录
成为整个销售体验的一部分。所以，铂金包真正的经济价值不只是手袋本身的售价，它更像品牌体系里的入口和奖励。客户为了获得一件最稀缺的产品，会主动了解并购买爱马仕的其他品类。普通品牌需要投放广告吸引新客户，爱马仕则可以让现有客户反复回到店里等待下一次产品机会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爱马仕的利润率远高于大多数奢侈品公司。2025年，公司收入达到160亿欧元，固定汇率增长 8.9%， 经常性营业利润达到 65.7 亿欧元，营业利润率为 41%。调整后自由现金流接近 38.8 亿欧元，年底调整后的净现金超过127亿欧元。皮具和马具收入达到 70.7 亿欧元，占集团收入约 44%， 也是利润最重要的来源。这个板块在2025年固定汇率增长 13.1%， 第四季度增速更高。爱马仕没有依赖借债收购其他品牌，也不需要通过大幅折扣清理库存，公司控制生产、零售和价格，现金流因此非常强。家族控制也让公司能够坚持这种慢节奏。2010年前后，路易威登母公司 LVMH 曾经通过复杂的金融安排积累爱马仕股份，引发一场长期控制权争夺。爱马仕家族随后把超过一半的股份集中到 H51 控股公司，确保品牌不会因为短期股价压力被迫出售，或者并入一个更大的奢侈品集团。双方在2014年达成和解， LVMH 把大部分爱马仕股份分配给自己的股东。这段经历强化了爱马仕对独立性的重视。很多上市公司在需求旺盛时会快速增加产量，在季度增长放慢时会扩大营销或收购其他品牌。爱马仕可以接受短期销售受限，也愿意用几年时间培养工匠和建设新工坊。家族持股不能保证每一次决策都正确，却降低了管理层为了下一季度数字牺牲长期稀缺性的可能。直营渠道在这里非常重要。爱马仕的大部分商品通过自己的精品店销售，它能够决定店铺位置、库存分配、客户服务和价格，不需要把利润让给百货公司或批发商。更重要的是，品牌可以避免产品在渠道末端被打折。奢侈品的价格并不只由材料和工时决定，消费者购买的是产品、历史、服务和社会意义的组合。如果一只包在百货公司折扣区频繁出现，消费者就会开始等待降价。爱马仕通过控制供给和渠道，让客户几乎没有等待促销的理由。2026年，公司计划把多数产品价格提高大约 5% 到 6%。美国市场部分经典手袋的涨幅更高。铂金包25厘米经典皮革版本的美国零售价已经达到大约13500美元，价格不断上涨，却没有显著降低最热门款式的需求。二手市场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定价权。很多奢侈品在离开店铺以后立刻贬值，因为消费者可以随时买到新品。热门铂金包和凯利包却经常在二手市场高于零售价交易。颜色、皮革、尺寸、年份和稀有程度不同，价格差距很大，但最受欢迎的款式仍然拥有明显溢价。这种溢价给消费者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全感。购买一只普通奢侈品手袋，消费者知道它使用以后可能只值原价的一半。购买热门铂金包时，消费者会认为自己不仅获得了使用价值，也保存了一部分财富。手袋因此同时拥有消费品、收藏品和社交资产3种属性。二手市场本来可能威胁品牌，因为每一笔转售都没有给爱马仕带来直接收入，实际情况却更复杂。高于零售价的二手价格向消费者证明新品价格仍然有上涨空间，也让获得精品店购买资格显得更有价值。转售平台替爱马仕公开展示了稀缺程度，反而帮助品牌维持热度。这正是卡地亚和爱马仕近期被放在一起比较的原因。卡地亚的 Love 系列手镯同样是一款几十年没有过时的经典产品，它的设计容易识别，适合纪念婚姻、生日和人生里程碑，也受到明星和年轻消费者欢迎。相比高级珠宝，一只 Love 系列手镯更容易进入中产和高收入消费者的预算，因此可以不断吸引新客户。2026年6月结束的季度，利丰集团销售额达到63亿欧元，
固定汇率增长 20%， 珠宝品牌销售增长 24%， 已经连续7个季度保持2位数增长。卡地亚、梵克雅宝和其他珠宝品牌正在成为奢侈品行业最强的增长引擎。从短期数据看，利丰集团明显比爱马仕更快。爱马仕2026年第一季度收入为 40.7 亿欧元，固定汇率只增长 5.6%， 而且低于市场原来的预期。按照实际汇率计算，收入还下降了 1.4%。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，美洲固定汇率增长 17.2%， 说明美国高端消费者仍然非常强。日本增长 9.6%， 欧洲不包括法国增长 9.7%， 但亚洲不包括日本只增长 2.2%， 法国下降 2.8%， 中东和其他地区下降 5.9%。 公司把部分压力归因于中东冲突和旅游客流下降。法国精品店不仅服务本地客户，也依赖来自美国、中国和中东的游客。航班、旅游和汇率变化都会影响巴黎门店销售。业务分类也暴露出明显分化。皮具和马具固定汇率增长 9.4%， 继续证明铂金包、凯利包和其他核心皮具需求仍然稳定。丝绸和纺织品增长 7.8%， 其他爱马仕品类增长 6.8%， 但成衣和配饰只增长 0.4%， 香水和美妆几乎没有增长，手表下降 3.7%。 市场最担心的地方也在这里。爱马仕虽然拥有很多产品线，利润和客户吸引力仍然高度依赖皮具，只要铂金包继续强劲，其他品类表现较弱可以被掩盖。一旦核心手袋需求出现变化，整个商业模式都会受到更大影响。华尔街近期报道认为，爱马仕与卡地亚的差别不只是一个卖包，一个卖珠宝。Love 系列手镯需要不断吸引新的消费者，珠宝品牌通常要维持明星曝光、文化热度、门店扩张和市场营销，让新的年轻人愿意把某个系列当成人生第一件高级珠宝。爱马仕拥有的优势是，很多客户在获得一只铂金包以后，还会继续追求不同尺寸、颜色、皮革和特殊版本。品牌不需要每年重新发明需求，收藏本身会推动下一次购买，而下一次购买又会加深客户与销售人员和精品店之间的关系，这让爱马仕更像一个封闭的会员生态，而不是普通时尚品牌。铂金包提供最终奖励，丝巾、鞋履、首饰和成衣增加客户参与，直营门店负责记录关系，二手市场则向外部展示稀缺价值，几个环节互相支持，形成了一套很难通过单个爆款复制的系统。不过这套模式并不是没有风险，最直接的问题是稀缺体验可能逐渐变成消费者错外。对一部分客户来说，买不到代表独特和尊贵，对另一部分客户来说，必须反复进店建立关系并购买其他商品，可能让奢侈体验变得像一场不透明的游戏。社交媒体已经让所谓配货过程变得越来越公开，消费者分享购买记录、店铺经验和支出比例也会比较不同城市的难度。当规则被大量讨论，稀缺感可能从神秘变成算计。爱马仕需要维持选择性，又不能让客户觉得自己只是被迫购买不需要的商品。第二个风险来自消费者价值观变化。贝恩的2026年研究显示，奢侈品行业正在缓慢恢复，但消费者更强调产品意义、体验和个人满足，而不只是向别人展示身份。中国消费者也变得更理性，对明显的地位符号更加谨慎。皮具在中国市场的恢复速度落后于部分成衣和其他品类。铂金包可以被理解为工艺和收藏，也可能被视为极端财富展示。爱马仕能否让下一代消费者继续相信它代表长期品质，而不是过时的阶层符号会影响未来几十年的需求。第三个风险是产能与增长之间的矛盾。爱马仕需要增加工坊和培训工匠才能让收入持续增长，但产量增加太快会削弱稀缺性，增加太慢又会限制销售。公司过去通常以较稳健的速度扩充皮具产能，希望让供给增长落后于需求增长。这个平衡一旦判断错误，结果要么是客户长期得不到商品，要么是二手溢价开始下降。第四个风险是估值。2026年7月24日，爱马仕股价约为1643欧元，市值约1720亿欧元，远期市盈率大约35倍，低于年初接近45倍的水平，
但仍然明显高于多数奢侈品公司。市场愿意支付高估值，是因为爱马仕拥有高利润率、净现金、稳定增长和极少打折的品牌体系。可35倍市盈率也意味着公司不能只做到比同行稍好。投资者期待它在行业低迷时保持增长，在行业恢复时继续扩大收入，同时维持40%左右的营业利润率。卡地亚母公司利丰集团近期增长更快，估值却低于爱马仕。原因是珠宝业务需要更多营销和客户拓展，集团还拥有增长较慢的手表和其他品牌。爱马仕的业务更加集中，利润率更高，客户关系也更封闭。这些优点支撑了估值溢价，但也使市场对任何一次增速放缓都更加敏感。爱马仕将在2026年7月29日公布半年业绩，接下来需要观察的不只是总收入是否重新加速，皮具增长能否保持接近2位数，亚洲不包括日本能否改善，成衣和手表是否恢复，以及汇率和地缘冲突会怎样影响利润率，都会决定市场是否继续接受35倍左右的估值。我的看法是，爱马仕近期的疲软并没有证明铂金包失去吸引力。第一季度最稳定的仍然是皮具，二手市场也继续显示热门款式供给不足。短期内，卡地亚 Love 系列手镯拥有更快的增长和更广的消费者基础，但铂金包对整个品牌消费的带动能力仍然更强。爱马仕最难复制的资产，并不是某一种皮革，也不是一只手袋的设计图。真正的护城河是公司用了近200年，把工艺、产能限制、直营渠道、客户关系和二手价值组合在一起。竞争对手可以推出更漂亮的包，也可以减少产量，制造稀缺，却很难让消费者相信买不到本身就是产品价值的一部分。这也是铂金包仍然占据上风的原因。它不是爱马仕货架上的一个爆款，而是整个商业模式的中心。它吸引客户进入精品店，推动其他品类消费，保护价格，也让品牌在行业低迷时仍然拥有定价权。但爱马仕也不能只依赖过去积累的神话，消费者会变化，二手市场会变化，年轻人对身份和奢侈的理解也会变化。公司必须让工艺和设计继续产生新的文化意义，而不是只让稀缺成为购买理由。铂金包目前仍然是奢侈品行业最强的单品之一，爱马仕也仍然拥有整个行业最完整的稀缺体系。它真正需要证明的不是下一只铂金包还能不能卖出去，而是这套体系能否在增长放缓、消费者转变和高估值之下继续运转10年甚至更久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我是韭菜不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